美国台海挑衅不成，转头插手汉光军演，解放军面前这些手段没用。大家好，我是吕哲。对岸1年1度的最高规格军演将马上上演。今年的台军汉光实兵演习已经确定会在7月份举行。此前呢，就已经有消息显示，今年的汉光军演首次加入了一项叫空中安全走廊的演练科目，目的就是在于撤离美国侨民。你看消息一出，美国对于台湾地区的那点心思昭然若揭了。而就在最近，又传出这次汉光演习将首度在台湾的民用桃园机场进行操练。再联系一下前2天中美军舰在台海对峙事件，我们不禁想问：美国这是惹不起解放军，转头盯上了草莓兵吗？该不会以为插手了汉光军演就有用了吧？那么汉光军演作为对岸最高规格的军演，其演练的主要目的在于提高台军对解放军攻台的反制能力。但近年来，由于岛内台独势力和外部势力的连续勾结两岸关系非常紧张，尤其是在去年佩洛西窜台事件发生之后，解放军已经在台海展开了常态化战备巡航，震慑岛内的台独势力。受此影响，民进党当局也面临着非常大的压力。所以从这一方面来说，汉光军演所具有的军事意义已经非常弱了，而具有更高的政治意义。说的直接点，就是汉光军演实际上成为了台当局安抚民众、动员岛内各方力量的一个政治走秀在这一基础之上，也就给美国插手留足了空间。根据台媒的报道，台军此次汉光实兵演习会在7月27号下旬举行，而这次扮演攻击军的是台陆军特战部队第2营，已经进驻营区了进行跳伞还有这种专精的一些训练。那对此呢，台国防部所谓国防部发言人，他没有给出正面的肯定而是说科目仍在规划等等。不过岛内民众对这个行为是不太买账。这一方面是因为岛内民众越来越能够倾听两岸的民生，能够认清美国的险恶用心。这一点从台当局公布出来的例行民调就能看得出来。台湾民间期待恢复两岸的交流，降低紧张关系。而从另一个方面来看，桃园机场航班旅客非常多你要在这儿演习，对岛内民众的出行会有非常大的影响。其实台军对此方面也是知道的因为担心引起民怨，所以他说想要在台南机场举行，只是美国不答应，所以台湾地区方面才不得不在桃园机场进行这次的演习。说到这儿，我们不得不提一下，在今年汉光军演正式开始之前，台军还做了一项汉光电脑的兵棋推演。在这次兵棋推演的细节里面，台军并没有对外透露但是台媒对此只是提到，这次汉光兵棋推演，美国方面非常看重台军的后备力量。那么从这次传出的消息来看，我们可以判断，美国要求操演的这种比如说反空降夺回机场的科目，应该就是在兵棋推演中针对解放军如何登台做出的重要调整。那此前呢，台军也曾经对外表示，今年汉光军演会有很大的不同。如果说之前汉光军演是一项例行的任务，那么今年台军会以4月份解放军环岛军演为参照，进一步进行针对性的实兵演习。这样的调整不仅再次暴露了民进党当局要倚仗美国实现以武拒统的企图，也同样显露出台军方面对于解放军的担忧，甚至是恐惧。不过台当局可能还没意识到的就是想要以武拒统有多么的不切实际。如今两岸军事实力的日渐悬殊，被戏称为草莓兵的台军，那么根本没有办法在解放军面前比划的，顶多台军就算是我们训练的比较好一点的民兵罢了。对于武器装备或者说作战能力比肩全球的解放军来说如果没有外部势力的干预，台军没法支棱起来。如果说有外部势力的干预，我们也劝台军好好想想空中安全走廊这个科目再看看这2天美国的军舰在台湾海峡的表现，你觉得台湾有事儿就是美国有事儿吗？好，今天吕志观察就是这样，欢迎转发留言，下期再见。